这个欧洲国家热情有趣有格调，也许你还没来过，跟着我的镜头去看看，你一定会爱上它。欧洲你不得不知道的国家，这个国家便宜好玩，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非常凉爽，就是这里拉脱维亚。说到拉脱维亚首都里加，总结一句话，就是一座开放式的建筑博物馆。从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式建筑，再到新艺术运动建筑，里加的建筑风格丰富多样，融合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影响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建筑爱好者。而我眼前这个最著名的历史建筑之一，黑头宫，是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，建于14世纪末15世纪初，最初是由一个商业协会称为黑头兄弟会所拥有和使用。7月的里加呢非常的凉爽，你像西班牙、法国、意大利大概有40多度了快，而7月的里加呢只有23度，所以呢夏天来这儿的时候，你随时带一件毛衣是比较正确的做法。著名的里加三兄弟公寓，这些建筑可以追溯到15世纪。他们是通过在不同时期进行扩建和改建而形成的。这座建筑群展示了里加多个时期的建筑风格，反映了城市的演变和发展。它们现在被视为里加建筑史上的瑰宝，也是拉脱维亚国家文化遗产的一部分。作为欧盟成员国，拉脱维亚把保护建筑与可持续发展相关联，维护其重要的历史建筑和文化景观。这也就是今天你为什么可以看到里加到处都是珍贵的建筑文化遗产。圣彼得大教堂是里加的重要地标之一了，是800多年的哥特式教堂。而今对于大教堂的修缮工作也是非常缜密和细心，定期会对石头以及木头和教堂顶端等等进行检查维修，确保大教堂的长期维护和可持续发展。来到里加，怎么能不登顶圣彼得大教堂呢？来观赏一下整个里加的全景呢？一览众山小，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浓郁的历史气息。站在教堂顶端，眺望着迷人的里加老城，这里的建筑属实令人陶醉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艺术建筑其实也算是欧洲艺术形式当中典型的代表了。它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融合了大自然的元素。其实我身后这个建筑就是新艺术建筑，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太阳有很多植物，它所有的灵感呢，其实呢都是来自于大自然。旅行的过程当中呢，总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，看看上面是什么。里加是欧洲新艺术运动的一个重要中心，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兴起，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建筑设计而闻名。里加既保护和维护了新艺术建筑的独特性和历史价值，又将其纳入了可持续发展框架中，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。综合性的方法确保了新艺术建筑的长期保护，为这座城市创造了一个独特而可持续的文化景观。这个地方不简单，里加中央大市场。这个大市场以前它可是停飞机的地方，如今它是里加也是拉脱维亚最大的、最古老的市场了。里面真的是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，一起去看一看。这个市场里面我们看到的都是当地人，当地人很多来这里购物。哇，这个大的樱桃，一盒是2公斤是9块钱，2公斤9块钱，也就是70多块钱，终于可以实现车厘子自由了。作为欧盟单一市场的一部分，里加中央大市场能够从欧盟其他成员国进口各种商品。当然，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西班牙、法国、意大利等欧盟其他国家的产品，因为货物可以自由地在欧盟成员国之间流通。我身后这条河流呢，也就是里加以及拉脱维亚境内最长的一条河流了。这条河流呢，实际上它是源自俄罗斯，然后呢流经拉脱维亚，最终呢流向波罗的海。里加呢不仅仅有很多传统建筑，同时呢它有很多现代建筑，比如说我身后的国家图书馆就是典型的现代建筑。这个建筑可是有很多大学问的。里加国家图书馆，它被形容为城市的水晶，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结合。图书馆采用了大量可再生材料和环保材料，例如建筑外立面使用了大面积的玻璃幕墙，利用自然光线来减少能耗。它既展现了现代建筑的美感，又体现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尊重。光保护建筑能行吗？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拉脱维亚，对于自己的文化保护也是相当到位。今天所有的街头到处都是载歌载舞，整个拉脱维亚人民欢呼在街头，歌唱在街头。
拉脱维亚歌舞节从1873年的1000人到如今大约4万多名参与者。这个全国性的盛会啊，是每5年举办一次，人人都穿着传统的服饰，载歌载舞，宣传自己的传统文化。如果你也想看下一个万人歌舞节，那么2028年再来吧。虽然拉脱维亚在欧洲的北部，但是这里啊，你依然能够感觉到南欧人的热情。这里非常的快乐，而且城市非常的漂亮，很值得你来。拉脱维亚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而美丽的国度，那么你愿意来吗？